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白小纯心情也好了起来，精神抖擞的开始时常外出，且并非只在空域彩虹，而是其他3域也时而溜达，享受着来自很多人的崇拜。他心满意足，又一次觉得自己已快要到了人生巅峰。哎，我白小纯弹指间，星空道级榜也要灰飞烟灭，好头疼啊！贾叶藏，你说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这么优秀啊？白小纯低喝一声，每次出门前都会感慨中小袖一甩，取出铜镜。若是心情好了，还会问一问铜镜内的贾叶藏一些为何自己会这么优秀的问题。每一次听到这话，贾叶藏都感觉浑身起满了鸡皮疙瘩。不过，即便如此，还是摆出一副笑脸，要绞尽脑汁，不重样的去吹捧，使得白小纯很是满足，兴高采烈。而小乌龟也似乎在忙碌着其他事情，竟没有一次出现嘲讽打断，使得白小纯越来越觉得自己在这星空道集宗内意气风发。可惜好景不长，又过去了半个月后，一道法旨从星空道集宗半神彩虹上蓦然飞出，传遍宗门。在半神彩虹上的法旨传出的前一刻，白小纯正精神抖擞地走出洞府，看着远处大海，感受着吹来的云层之风。他深吸口气，神色内露出满足，右手一拍储物袋，取出了铜镜。小叶子，来，告诉我，为何你家白爷爷走到哪里都那么受欢迎啊？白小纯干咳一声，美滋滋地问道，已经做好了要接受吹捧的准备。铜镜内的贾叶藏愁得快哭了，这1个半月，他已绞尽脑汁，该说的都说了，眼下实在想不出新的词语，甚至他都觉得生无可恋了。这种事情让他觉得太折磨人了。主子，你放过我吧！贾叶藏哭丧着脸哀嚎起来。他这么一哀嚎，白小纯立刻就不高兴了，一瞪眼，正要说些什么时，忽然的天空有雷霆轰鸣而来，这雷霆之大，超越天雷太多，轰动八方，让天地色变，风云倒卷，4大域彩虹齐齐震动，就连上方的天人彩虹以及万星彩虹也都猛地颤动。一时之间，上至天人，下至凝气，所有修士在这一刻，无论做什么事情，俱都心神狂震，好似天威降临，纷纷面色大变。白小纯也吓了一跳，险些拿不稳铜镜，赶紧抬头看向天空，露出惊疑不定的神情。怎么回事？就在他这里诧异时，一个蕴含了无上威严的苍老声音蓦然间从最高处的半神彩虹上传出，回荡整个星空道集宗内。通天有旨，天魂波动，故猎魂试炼即将开始。1个月后，星空州通往蛮荒。这声音沧桑无比，传出的每一个字都仿佛可以化作规则，让这天地轰鸣，无数人心头狂震。白小纯倒吸口气，他有些不太明白这句话的意思。白小纯毕竟是刚刚踏入前十，对于星空道集宗内的很多事情了解不是特别的全面，可对于在星空道集榜前100的其他人而言，他们在听到这句话的刹那，心脏就忍不住狂跳起来，甚至呼吸都强烈的急促起来。猎魂试炼终于开始了，这次试炼结束后，我一定要成功的踏入元婴。哈哈，等这一天已等了好久。星域彩虹上弥漫了火焰的那座山峰中，排名第3位的陈月山此刻猛地站起了身，他的秀发飘舞，他的目中露出强烈的光芒。猎魂极域彩虹上排名第2位的巨擘天骄左道正在深潭内与那些冤魂厮杀，此刻身体一颤，目中露出强烈的激动。要开始了吗？赵天骄，这一次就看看你我2人谁可以成就天人魂元婴。我一定要获得天人魂。星空道集宗震动时，在宗门外一片无尽的大山中，有一个身体修长可神色却极为冰冷的青年，背着一把大剑，正走在山林内。他的身后弥漫了血腥，似他一路走来杀戮无数。尤其是他的手中竟提着一颗狰狞的头颅，这头颅是个老者，虽只是头颅，可残存的气息无不表明此人生前是一位元婴修士。就在这青年行走时，他忽然脚步停下，从储物袋内取出一枚玉简，看了后，这青年双目内刹那间就爆出金芒，这金芒似带着腐蚀，瞬间他四周的草木居然全部枯萎。猎魂试炼终于被我等到了。青年深吸口气，目中的金芒更浓，四周的枯萎范围也猛地扩大开来，眨眼间方圆1000丈内一切草木全部枯死。他正是星空道集榜内第1名赵天骄。随着有关猎魂试炼的消息从半神彩虹上传出，很快的星空道集宗的掌门立刻就传出了数道法令，而后4大域的掌座也都如此。更有大量的消息也从不少知情人的口中陆续散开，沸沸扬扬，在短短的1天时间就传遍宗门。白小纯这里也听说了一些，可却不全面，但仅仅是他听到的那些事情，就让白小纯这里紧张起来，于是立刻召唤徐宝才。少祖，喜事啊，大喜事！徐宝才刚一踏入白小纯的洞府，就立刻高呼：快说这猎魂试炼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白小纯赶紧问道：少祖，我都打探清楚了，这猎魂试炼就是一场修士从结丹踏入元婴的大造化。徐宝才激动的开口：啊，
造化！白小纯一愣，他听到的消息是这一次所谓的猎魂试炼极为危险，不说九死一生，也差不了多少。是啊，我也是刚刚才知道，想要突破结丹境，成为元婴境，有3种方式，其一是元婴丹，这只是凡品；其二是五行天兽魂，这是地品；最高的是传说中的五行天人魂，几乎不可能完成，这是天品。徐宝才振奋地说道：“若是在宗门内，别说天品元婴了，就算是地品元婴，也都可能性微乎其微。毕竟天人魂罕见，天兽魂一样少有，根本就看不到。可在蛮荒不一样，有传闻说蛮荒之地存在了一条与通天河一样的河流，只不过那条河流生者看不到，那是一条冥河。这条冥河可以将整个世界死亡之人的魂统统吸入，送去蛮荒。所以在蛮荒，魂影极多，据说无边无际，数不清数量。在那无尽的魂影内，不但存在了至今还没有被发现的天兽魂，甚至还存在了天人魂。所以在那里是结丹修士最好的造化之地。”徐宝才更激动了，看起样子仿佛若他能有资格去的话，一定奋不顾身的一往无前。蛮荒，白小纯吸了口气，对于蛮荒的了解，他比徐宝才多了一些。此刻脑海第一个反应就是这场试炼有些不对劲，绝非表面上看去的那么简单。要知道蛮荒内除了所谓的魂影外，还有修士，而这一次的猎魂试炼就是在蛮荒进行，需乘坐海上那艘古老的大舟，航行通天河，从另一个方向踏入蛮荒。徐宝才一指海上的那艘神秘的大舟，白小纯目光看去，内心再次一震。他想起了陈曼瑶当年说过，那艘大舟可以带他回家。此刻相互结合后，白小纯猛地明悟过来，显然陈曼瑶很早之前就知道此事。能有资格参与这蛮荒试炼的，只有星空道级榜上有名之人，为期10年。恭喜少祖，说不定你回来时就是元婴修士了。这一次试炼的最高目标就是获得天人魂，一个天人魂回到宗门就可以换取完整的五行天兽魂。若天人魂无法做到，那获得一份天兽魂也行，哪怕只是一份天兽魂，也能在回来时换取一枚珍贵的元婴丹啊！我还听说星空道级榜前100之人，原本有不少多年前就可以踏入元婴了，可却都在压制自身境界，其目的就是为了等猎魂试炼。徐宝才眉飞色舞，不断的将自己打探的消息统统说出。白小纯越听面色越沉，到了最后，他倒吸口气，内心深处对于这一次的试炼升起了强烈的抵触。不能去，我才不去！白小纯在心底立刻就打定主意。对了，还有一件大事，少祖，你绝对想不到，天啊！我在之前都没有听到丝毫风声，是这一次的试炼开启后才得知的消息。徐宝才似又想到了什么，赶紧开口，神色内带着震撼与不可思议。少祖，你知道吗？星空道极宗并非如我们看到的这么大，这里居然只是一部分，还有另一部分不在此地，而是在长城以内。徐宝才一再吸气，似乎对于这个消息到了现在还在震撼。长城？白小纯一愣。是的，长城。徐宝才激动，双手抬起，比划来一下。我们是东脉通天河，在与北脉通天河之间，因距离太远，故而存在了一大片通天河的灵气无法蔓延的区域。那片区域靠近通天河，可就算是如此，随着深入腹地，灵气最终依旧无法完全弥漫。所以原本也算是蛮荒的一部分，可星空道集中在那里，不知花费了多少的代价，占据了大片的土地，修建了3座城池。第一座城池是靠近通天海，那里灵气浓郁，而第2座城池则是在大陆的深处，灵气稀薄之地。至于第3座城池，则是在最深处，那里几乎没有丝毫灵气存在了。第3座城池所在之地，并非只是一城，而是修建了一条庞大无比、惊天动地的长城，那里驻扎了我星空道集宗内最为精锐的修士大军，听说是铁血堂。我还听人说，并非只是我们星空道集宗如此，通天海上东西南北4大源头宗门都是这样，都有类似的长城。而这4条长城又相互连接，组成了一个大圆，守护通天海范围内所有宗门。在那长城外，就是真正的蛮荒之地。据说这一次的猎魂试炼，所有参与之人都要外出长城数次。徐宝才说到这里，似乎也觉得不对劲。他打探到的这些消息总结在一起后，给他的感觉分明是长城内外处于对立。于是渐渐声音也小了起来，神色慢慢有了变化，双目瞳孔开始收缩。你也看出来了？白小纯愁眉苦脸，扫了徐宝才一眼。这个不能是这样吧？长城外很危险，需要修建一座长城来抵抗，又或是阻止长城外的魂影踏入。徐宝才吸了口气，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身体都有些发寒。那是一种忽然猜到了某些可怕的事情后身体的本能反应。徐宝才不敢深想，失魂落魄的离去后，白小纯哭丧着脸，那种危险感更强烈了。可还没等他想到用什么办法不去时，来自星空道集宗掌门的法令已通过4大域的掌座，
传遍宗门所有弟子。此次猎魂试炼，星空道级榜前1000名必须参与，为期10年，且期间外出长城不得少于3次，10年后方可回宗。这命令传出，白小纯得知后，他整个人都不好了。完了完了！白小纯不禁唉声叹气起来。这里毕竟不是逆河宗，尤其是他刚刚踏入紫色彩虹，风头正盛，被无数人关注，根本就没有办法不去。这次的任务，其危险的程度太高了。星空道集中在那里的长城，防范的除了所谓的魂影外，主要应该是那些叛贼啊！白小纯愁眉苦脸，思索良久，外出直奔陈曼瑶洞府所在之地。对于白小纯的到来，陈曼瑶没有丝毫意外，脸上带着笑容，邀请白小纯进入洞府后，坐在了他的对面，似笑非笑的看向白小纯。那个曼瑶啊，到了星空道集宗后，你说我对你怎么样？你当初答应我的事情，可还没做到啊？白小纯低咳一声。陈曼瑶掩口一笑，她本就绝美，此刻这么一笑更为动人。少祖不用担心，就算是到了蛮荒，只要外出长城时小心一些，不会有大碍的。况且这一次也的确是造化，说不定你可以在那里获得天人魂呢。若你实在担心，加入我们不就好了？陈曼瑶笑道：“哪有那么多的天人魂啊？就算真的有，这么多年也早就被人抓走了。”白小纯叹了口气，避开了陈曼瑶的话题。他来这里的目的是打探消息。少祖有所不知，蛮荒特殊，存在了冥河，故而魂影极多。那是从通天世界存在以来始终积累下来的，在这无尽的岁月内累积的天人魂，即便再少，也一定还有。始终积累。白小纯一愣，具体我就不知道了，也不知晓为何会如此，但可以确定，蛮荒的魂都是始终积累下来的。陈曼瑶认真的说道：“蛮荒内没有灵气，那里的人是如何修炼的？”白小纯忽然问道：“虽没有灵气，可却有足够的魂。猎魂吸收，进而修行。”陈曼瑶轻声开口。白小纯沉默，半晌之后，陈曼瑶又提出让白小纯加入他们。这一次，白小纯没有立刻拒绝，而是思索片刻后起身离去。走在空域彩虹上，白小纯长吁短叹。他直觉告诉自己，这猎魂试炼很是危险，可却偏偏没办法避免，最终只能认命，阴沉着脸飞向洞府。途中不少修士看到他，都神色恭敬的拜见，可白小纯却没有了心情。此刻天色已晚，远处金色的通天海在夕阳中折射出美丽的色彩。白小纯看了一眼，长叹一声，琢磨着自己有一份天人魂了，实在不行的话，就去长城内找个安全的地方熬过10年，回来后便可换取天兽魂结因。只是他又觉得有些可惜，纠结时走到了洞府外，正要走入，可忽然的，他脚步一顿，猛地抬头，目中刹那有金芒一闪。他清晰地察觉到自己的洞府内居然有人。白小纯体内修为骤然运转，右手抬起一指洞府大门，轰轰声中大门开启。他一眼就看到了大门后背对着自己站在那里的一个女子的身影。在看到这背影的刹那，白小纯身体猛地一震，呼吸瞬间急促了一些。你……随着他话语传出，那在洞府内背对着他的女子缓缓地转过身，露出了一张在白小纯记忆里存在的面孔。小纯，女子轻声开口，目中流转着柔和的光芒。杜灵飞。白小纯深吸口气，他曾经想过自己再次见到杜灵飞后会是什么样子，可直至此刻，他突然发现自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震撼，仿佛被天雷轰顶一般，似乎在他的内心深处，对于这一刻的相见已有了准备一样。白小纯目中露出复杂，沉默片刻后，他想起了当日空域长坐的态度，想起了冯有德的照顾，想起了一系列自己来到星空道集宗内遇到的一些仿佛有贵人暗中相助的事情。他之前就有过很多猜测，此刻在看到杜灵飞的瞬间，全部明悟。小纯，对不起。杜灵飞轻声开口，神色内一样存在了复杂，更有惆怅。血溪宗内，是不是你？白小纯打断了杜灵飞的话语，看着杜灵飞，一字一字的开口。是。杜灵飞没有犹豫，出口回答道。为何要做案子？为何出现在灵溪宗、血溪宗，还有这里？白小纯盯着杜灵飞，又一次问道。身不由己。杜灵飞摇头，苦涩说道。你到底是谁？来自哪里？白小纯看出了杜灵飞的苦涩，心头一软，轻叹一声。我来自通天海，你不要再问了。杜灵飞沉默，半晌之后，深吸口气，说出了答案。白小纯心神一震，一样缄默。外面的夕阳已经落下，黄昏将至，慢慢昏暗起来。洞府内一片寂静，只有2个人的呼吸声若隐若现。许久，当洞府内也都慢慢漆黑时，白小纯问出了最后一句话，也是在他心里藏着最久，同样是最在意的一句话。洛尘山脉，你的眼泪是真是假？白小纯轻声问道。杜灵飞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右手抬起，慢慢伸开时，赫然在他的手心内升起了一团紫色的火，此火燃烧，
竟散发出了一股惊人的气势，这气势之强，超越了天人之力的树叶太多太多，无法比较，如同真正的天人站在面前，甚至隐隐的可以看到，在那火中存在了一缕魂。你说这天人魂是真还是假？杜林飞抬头凝望白小纯，双唇微动，细语开口。看着杜林飞手中的天人魂，白小纯内心一震，他也有一个天人魂，那是木魂，是韩宗老祖所送。当时白小纯尽管知道天人魂的价值，可却感受不是特别强烈。但如今在星空道集中一段日子后，尤其是马上就要去猎魂试炼，对于天人魂的价值，他已经是清晰明了。想要成就天道元婴，需要5份不同属性的天人魂才可。至于天兽魂，任何一个天人魂都可以换取完整的5份不同属性的天兽魂。由此可见，这天人魂的价值放在任何地方都是无法估算。没等白小纯开口，杜林飞右手一挥，这份火属性的天人魂就直奔白小纯而来。漂浮在了他的面前时，杜林飞的身影在他的眼前慢慢的模糊，似要消散。他的眼睛始终带着柔和，凝望白小纯，在那目中的深处，似带着一抹歉意以及真情。蛮荒凶险，不要去冒险。回来后，以这一份天人魂换天兽魂。等你回来，我会告诉你所有的一切。杜林飞深深地看了白小纯一眼，身体慢慢消散无影。直至杜林飞离去，白小纯始终站在那里，沉默不语。许久之后，他闭上了眼，再次睁开时，他默默地收起了那份火属性的天人魂，盘膝坐下，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时间流逝，很快过去了半个月，距离试炼之日越来越近，他不得不打起精神，着手准备，无论是炼丹，还是炼灵，又或者让自身保持巅峰状态。在之后的日子里，白小纯开始忙碌起来。在试炼之日到来的前一天，白小纯走出洞府，去了降魔堂，与张大胖告别。张大胖没有苏醒，可却完全恢复过来，气息平稳，修为正在逐渐的增强，看样子似乎再有2-3个月就可以结丹成功。大师兄，下次相见就是10年后了，我也不想去啊。白小纯不舍，坐在张大胖面前说了好久。眼看天色渐晚，他又担心影响张大胖的结丹，这才走出大殿，找到了冯有德后，连连抱拳感谢冯有德的帮助。你放心就是，此番外出对我最好的报答就是你成为元婴了。至于你大师兄，老夫承诺你会多加照顾。冯有德望着白小纯，缓缓开口。白小纯心中感谢，再次抱拳。因这一次徐宝才去不了，所以白小纯又找到了徐宝才，交代一番后，这才狠狠一咬牙，回到了洞府，盘膝打坐，等待第2天清晨的出发。一夜无话，出阳破晓，晴空万里，试炼之日终于到来。这一天，星空道集宗内传出阵阵惊天鼓声，这声音如同天雷，轰鸣八方，让所有修士都心情激荡，纷纷走出。白小纯也整理了行装，神色带着悲壮，心在颤抖，一步一步地走出洞府，站在了洞府外。几乎在他走出的瞬间，一声巨大的轰鸣从下方的大海内传出，似有一个巨人在咆哮。海面掀起滔天大浪时，那艘巨大的古老的战舟内有惊人的气势直接扩散开来。随着扩散，这战舟内存在的无数幽影发出凄厉的惨叫，竟争先恐后的外逃，仿佛这战舟的意志正在从沉睡中苏醒。随着苏醒，气势越来越强，到了最后，甚至星空道集中的彩虹都颤抖起来。白小纯倒吸口气，目瞪口呆地看着那艘战舟。这战舟庞大，足有10万丈大小，通体漆黑，看似残破，充满了古老的气息。可那残破中却带着狰狞，让人不敢招惹丝毫。更是在船头的位置，那里拴着一具巨大的骸骨，这骸骨腐烂了大半，看不清具体，只能看出4人形，其大小足有万丈。整个战舟在外围还存在了无数的利刺，这些利刺每一根都散出黑芒，可以想象，似乎都可以爆发出术法波动。一旦齐齐施展，威力之强，足以撼动苍穹大地。这舟船上下一共5层，可却似乎有不少区域都处于封印状态。就在白小纯观察战舟时，此舟竟缓缓地动了。随着移动，一股狂暴之力似从其内散出，使得金色的通天海也都大浪翻腾不断。就在这舟船移动的瞬间，从天人彩虹上走出一个老者。这老者白发苍苍，看起来仙风道骨，眉心更有第3眼，露出凌厉之芒。随着开口，声音回荡天地：“老夫陈鹤天，此番带领你等前往分宗进行猎魂试炼，海路漫漫，需航行半年以上。你等此刻还不登船，更待何时？”3眼老者最后4个字仿若星雷，炸在众人心神。顿时从4域彩虹上，星空道集榜1000名内的所有人都急速的飞出，直奔下方大海的舟船而去。白小纯狠狠的一咬牙，仿佛豁出去了，在心底大吼一声，也一跃而起，随着众人一同飞向下方的舟船。刚一飞出彩虹，立刻白小纯就感受到了通天海上那浓郁的无法形容的灵气，同时更有一股狂暴的风扑面而来。此风就算是结丹修士也无法承受太久，
众人身形都摇晃起来，爆发出全力，使得速度更快，飞向舟船。而相互之间的较量从这一刻起就已经展开。这上千人在抵抗海风的同时，又要保持极致的速度，高下立判。其中有一个女子，速度之快，遥遥领先。这女子如一团火，正是陈月山。她呼啸间，眼看就要临近战舟，可就在这时，一声冷哼从后方传来，左道的身影进一步之下，如同瞬移，居然直接就出现在了陈月山的前方，第一个踏上舟船。几乎在左道施展这如同瞬移的神通之后，所有看到这一幕的修士都内心震动，陈月山更是眸光倏然一闪。白小纯也吸了口气，他依靠寒影也能短距离瞬移，可那排名第2位的左道，在白小纯看去，似乎比他这里还要诡异。风遁！白小纯身边立刻有了解之人失声惊呼：“风遁！”白小纯听到这2个字的刹那，也吃了一惊。与此同时，又有几人陆续降临舟船。白小纯没有展开全速，在前百之中踏上了舟船，看向四周。这里但凡时降临下来的修士，都彼此散开，相互不靠近，那种彼此的竞争与敌对之意正逐渐的明显。可以想象，等到了蛮荒后，这竞争之势将会更强。白小纯觉得这些人几乎每一个都凶神恶煞一般，于是找了个角落，叹了口气：“干嘛非要打打杀杀？这些人真是的，就不能像我一样单纯一些？”白小纯四下打量，很快的就看到了宋缺以及神算子，还有陈曼瑶。看到熟人，白小纯心情好了一些，可惜距离他这里有些远，此刻不方便过去。他还看到了公孙婉儿，可一想到对方有些诡异，白小纯垂下眼睑，收回目光。当众人陆续踏到了这艘庞大的舟船上时，天人彩虹上方才走出的3眼老者，此刻也是一晃之下就从天人彩虹上消失。出现时，在了舟船中，他并非一人，在他身边赫然还有5位元婴修士。眼看舟船就要，可就在这时，远处一道长虹似展开虚无，传出震耳欲聋的呼啸声，急速而来。如此大事，岂能少了我赵天骄？那是一个青年，这青年风尘仆仆，似赶路而来。他身形修长，有一头长发，全身上下散出冰冷傲然之意，更有惊人的修为波动在他身上不断的散开。虽是结丹大圆满，可这底蕴之深，竟比寻常元婴似也都差不了多少，影响了四周的虚无。尤其是仔细一看，这青年的来临，竟不仅仅是飞行，而是时而模糊，时而清晰。这才是真正的瞬移，哪怕只是短距离，可这种事情出现在一个结丹修士的身上，其震撼的程度立刻就超越了之前的左道。刹那间，这青年就降临舟船，站在了众人之前。他站在那里，孤标傲视，极为不俗。四周其他人与他比较，如同群星与皓月。是大师兄！天哪，大师兄方才也是瞬移。左道师兄的是风遁，大师兄这里才是瞬移。四周众人惊呼传出，看向赵天骄时，一个个都露出尊敬。我也会瞬移。白小纯看在眼中，心里酸酸的道，虽有些不服气，可也还是觉得这赵天骄的确是有真本事。尤其是此人身上的气息，让白小纯清晰地感受到，在对方的体内蕴含了一股惊人的波动，比公孙婉的雕像还用强悍。时间已过，你有什么理由延缓出行？舟船上那位天人境的3眼老者，在看向赵天骄时，目中露出一抹柔和，可话语却冰冷。1年前，我星空道极宗弟子在外行走，失踪数人，弟子恰逢追查之下，找到源头是这3位老怪，故将其击杀。因他们逃走方向不同，于是耗费了一些时间。赵天骄抱拳一拜，右手提起一挥，立刻从他的袖口内竟飞出了3个头颅。这3个头颅落在船板上，叠在了一起。这3个头颅中有2个是老者，还有一个则是中年。3人都睁着眼，目中残留着骇然。从气息波动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3人生前竟都是元婴修士。水河老祖、逆风真人，那是严云老怪。这3人都是元婴。天哪，大师兄竟能将他们3人击杀，这不愧是大师兄。四周众人在看到这3个头颅后，顿时失声。陈月山目光一缩，没有说话。至于左道，此刻面色阴沉如水，呼吸微微急促了一些。白小纯也是睁大了眼，倒吸口气。他之前只是觉得那赵天骄很厉害，可现在这么一看，他立刻就打定主意，绝不招惹赵天骄。罢了罢了，你名字比我好这件事，我忍了。白小纯看了看那3个头颅，在心里嘀咕起来。3眼老者微微点头，没有说话，转身走向这战舟最高一层，留下几个元婴修士站在一旁，冷眼看着众人。你等都是我星空道极宗的天骄，对于这一次的试炼也都各有了解，老夫等人也就不多说了，只是交代你等一句，因航行时间需半年，所以你们在这半年内的居住之地，按照星空道极榜的排名来分配。前3居住在第2层，在那里已为你们开辟出的洞府房间，你们可以任意选择。从第4到第10，你们居住在第3层，
一样以为你们准备了修行所需的洞府。从第11直至第100名，你们居住在第4层，至于100开外，统统都在第5层。这几个元婴修士中的一个中年，面无表情的淡淡开口。与此同时，这战舟在海面上开始缓缓前行，速度不断增加，海浪拍击战舟形成的轰鸣巨响也从四周不断的传来，更有狂风扑面，甚至时而掀起的海水带着强烈的腐蚀，虽无法腐蚀舟船，可若落在修士身上，立刻就会溃烂。白小纯看到这些，再次紧张。可当他听到这些人的居住之地按照排名而不同时，白小纯立刻抖擞了起来。这才对嘛，排名高的就应该居住在更好的地方。白小纯兴奋，有些迫不及待的去看看自己的洞府是什么样子。用你们的身份令牌去找你们自己的洞府，都散了吧。这中年修士说完，转身与其他几个元婴飞向第1层，各自回到房间盘膝打坐，对于外面的众人不再理会。眼看长辈都离去了，战船上这上千修士一个个也都散开，不愿继续留在甲板上，毕竟这里海风太大，时而海水飞溅，让人心惊。赵天骄第一个飞出，直奔第2层。陈月山、左道陆续而去，三人很快消失在了第2层中。看着那整整1层，居然只有3人居住，不少人都心底酸酸的，有些羡慕与嫉妒，自然也有无奈。白小纯这次没酸，他高兴的飞出，与其他几位前10之列的修士飞向第3层。公孙婉微微一笑，也飞跃而去。至于其他人，虽无奈，可却没办法，各自寻找自己的洞府。白小纯速度飞快，带着期待来到了第3层后，立刻惊喜的发现，这整个第3层竟似被重新改造过，居然只有7个房间。他随意的找了一处，用自己的身份令牌碰触后，立刻烙印了自己的印记。房门打开，走进去后，白小纯一看，就算是以他的见识，也都忍不住吸了口气。这房间极大，足有100丈大小，甚至并非一个，而是共有7间，甚至还具备了炼丹房，一应俱全不说，更是无比奢华。地面并非木板，而是蕴含了一定灵力的青石，这种青石半透明，仿佛有云雾在内缭绕，看起来很是绚丽，更有浓郁的灵气扩散。与此同时，还有阵法防护，使得外面的轰鸣巨响在走入房间后顿时消失。尤其是在这里，白小纯还看到了6个侍女般的机关傀儡，负责照顾起居所需，同时在一旁还有窗户，可以看到外面浩瀚的金色大海，甚至在远处还存在了一处露台，站在那里可以吹海风的同时，就算是想要在那里垂钓，也不是不可能。尤其是此刻正午，阳光明媚，白小纯过去一看，顿时有种在这里晒太阳的冲动。这么大的房间，别说是住他一个人了，就算是住数百人，也都绰绰有余。这也太奢侈了，星空道集宗的这种区别对待，我太喜欢了。白小纯高兴极了，他深吸口气，溜达了一圈后，盘膝坐下，开始吐纳。时间一晃，过去了3天。这3天，白小纯对于自己的房间无比的满意，尤其是他发现，竟然每天都有机关傀儡送来大量的零食后，白小纯更开心了。那些零食之多，白小纯很努力也吃不下全部。对于这一切，他觉得似乎比在星空道集宗还要享受，于是拍着肚子躺在露台的椅子上，吹着海风，晒着太阳，整个人舒服的哼哼起来。我排在第10，就已经享受如此待遇了，不知道赵天骄他们3个的房间有多大。想到赵天骄，白小纯又忍不住去想宋缺等人，于是心头一转，他觉得自己房间这么大，自己居住太空了，完全可以让其他人过来一起，于是精神抖擞的冲出房间，在外面转悠起来。走着走着就到了第4层，他是刻意来到这里，要去看看其他人的房间怎么样。在这第4层转了一圈后，因这第4层人数不少，进进出出，使得白小纯终于看出了端倪。这第4层明显小了太多，每个房间只有数十丈大小。虽如此，但都是单独居住。可当白小纯来到第5层时，他忍不住眯了眯眼。现在我可以好好吃饭了。这里的房间有100多个，每个房间不算太大也就罢了，居然还不是单独居住，而是5个人一起。虽各自有起居之处，有阵法阻隔，可与他所居住的地方比较，根本就是天地之差，云泥之别。白小纯找了半天，终于在一处房间内找到了神算子。神算子正满脸犯愁，在自己的区域里坐着，看着昏暗的房间，一想到在这里要半年之久，心里就很憋屈。正沮丧时，看到了白小纯，少祖。神算子立刻高呼：“行了，跟我走吧，我那里地方大。”白小纯一挥手，很是显摆的说道。神算子狂喜，在这房间其他几个修士的羡慕中，赶紧跟在了白小纯身后。白小纯干咳一声，背着手继续寻找其他人。很快的，就在另一处房间内找到了宋缺。巧的是，宋缺居然与陈曼瑶在一个房间。当看到白小纯到来后，陈曼瑶立刻笑了，目中露出神采，仿佛有个钩子在里面，不断的勾向白小纯。而宋缺则是面色一如既往的阴沉，他这几天已经很烦躁了，这还是他第一次与其他人居住在一起。缺儿，你小姑把你托付给我，我岂能眼睁睁看你受罪？来吧，
跟姑父走，去我那里。我早上吃的零食大餐，一个人吃不了。白小纯感慨的开口。宋缺脸更黑了，在心里咬牙，抬头怒视白小纯。白小纯心里美滋滋的，宋缺看他不顺眼，所以他看宋缺也不怎么顺眼，时不时的就想揶揄他两句。此刻正要邀请陈曼瑶，陈曼瑶却自己开口了：“小纯哥哥，我跟你走，去你那里。我知道你早上吃的零食大餐，一个人吃不了，我帮你。”陈曼瑶掩口一笑，来到了白小纯的身边，与神算子站在了一起。白小纯眼看宋缺不说话，于是摇头，带着陈曼瑶与神算子正要离去。走到门口时，他忍不住回头看了看宋缺：“你真不去？我那里可好了，灵气比这里浓郁太多，修行也快。”宋缺真的不想去，可他在这第5层的房间内，看着四周陌生的修士，他想起自己这半生从来没有如此经历后，他沉默了。尤其是听到白小纯说其房间内灵气浓郁，可让修行加快后，宋缺终于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理由：我要超越他。大丈夫能屈能伸，这半年的时间，我不能被落下太多。我之所以同意，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我要修行。宋缺在心底这么告诉自己后，狠狠一咬牙，黑着脸起身，走到了白小纯的身边。白小纯有些诧异，他还以为宋缺不会跟来，于是拍了拍宋缺的肩膀：“这才对嘛，我们是一家人啊！我和你小姑那是什么关系？以后你要听话啊！姑父我什么时候亏待过你？”白小纯感叹道，觉得自己身为长辈，不论如何对宋缺还是很照顾的。等以后回到逆河宗后，宋君婉知道了，一定会很感动。于是轻笑一声，就带着宋缺3人回到了第3层。刚一进入他的房间内，以宋缺的定力，也都忍不住倒吸口气，彻底傻眼。他呆呆地看着如此大的房间，看着那些灵石，看着那些机关傀儡，看着地面的青石，看着外面的露台，他的心在刺痛。他在心底疯狂地发誓，他一定要好好修行，一定要争取能进入前10。这里的待遇与他所在的地方实在是差距太大了，甚至这差距已经大到让宋缺觉得眼睛都有些湿润了。一旁的神算子也是不断的吸气，他看着窗户，3天了，他只有在外面的甲板上才能看到阳光，只是那里太吵了，且风浪极大。可在白小纯这里，不但有窗户，甚至还有露台。这一幕幕让神算子也被刺激了一下，就连陈曼瑶也是呆了呆。没有对比前，他感觉不是很强烈，此刻这么一对比，就算是他也都觉得星空到极宗的安排差别之大，让人心酸。白小纯轻咳一声，看到了3人的表情，他虽没有过多炫耀之心，可却觉担心被误会，于是赶紧解释：“都怪我，如果上次我努力一下，说不定就进入前3了。那3人住的地方，听说要比我这里还要大一些，我这里只能算寻常。”白小纯是真的想去解释，可他的话语落在3人耳中，意义却变了。白小纯一看不对劲，正要再次解释时，忽然的，露台外的海面上突然的有刺耳的尖锐呼啸骤然传来，这呼啸声极大，哪怕房间内有阵法阻隔，竟也清晰地传入进来，似乎还有一股大力轰击，使得整个战舟居然猛地摇晃。白小纯面色一变，宋缺3人也是神色变化，4人很快就来到露台，齐齐看去，立刻就看到远处的海天之间有一道银色的光芒，似乎从海底冲出，直奔苍穹。之前的冲击赫然正是这银芒破海而出时掀起的大浪，仅仅是大浪就可让战舟剧烈摇晃，可以想象这银芒必定非同凡响。白小纯吸了口气，看不出那银芒内有什么，可却能感受到，在那银芒内似乎存在了一缕天道的气息。这气息外人察觉不到，可白小纯身为天道金丹，感受最为敏锐。这是什么？白小纯忍不住眉心一动，裂开一道缝隙，露出了他的通天法眼，遥遥一望，这一看之下，他心神轰鸣，眉心更是刺痛，赶紧闭目。仅仅是这么刹那的时间，他的通天法眼就承受不住，在闭目时有鲜血流下。虽然如此，可白小纯的心神却掀起了更大的风浪。之前那一眼，他虽没有全部看清，可还是看到了轮廓。那银光内居然有一条银色的龙，此龙似受伤，正疾驰远去，尤其是此龙的血居然也是银色。就在这银龙出现的瞬间，战舟首层内正在打坐的那位天人境的3眼老者猛地睁开眼，他的第3眼也在这一瞬猛地开合，很快他就神色变化，目中露出不可思议，更有狂喜。银月龙鱼，孔烈，你等5人立刻随老夫外出，将此兽拿下。3眼老者低吼一声，身体瞬间消失，出现时赫然在了半空中。与此同时，与他同一层的那5位元婴修士也都纷纷瞬移而去，出现在了3眼老者的四周。看向远处那银芒时，一个个都神色变化，目中露出渴望。走，拿下此龙鱼，你5人都有赏赐。3眼老者双目火热，直接冲出，那5个元婴紧随其后，一行6人刹那远去。此刻战舟上很多人都察觉到了不对劲，纷纷走到甲板上，看到了这一幕后，一个个都动容不已。第2层上，赵天骄第一个冲出，抬头看着天空，陈月山也走了出来，唯独左道从始至终都没有出现。
没有人注意到，在公孙婉的房间内，此刻的他正站在窗旁，望着远处的荧光，嘴角露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而他的右手食指上，此刻有一滴银色的鲜血，被他抬起后放在了嘴里，轻轻舔去。现在我可以好好吃饭了。公孙婉轻笑，似颇为开心。三眼老者一行人速度极快，而战舟的速度一样快速，渐渐的相互就拉开了距离，也就是10多息的时间，就看不到了踪影。战舟上众人开始还是议论纷纷，很快的就都安静下来。此刻的战舟上，元婴以及天人都离去，众人看着四周这茫茫大海，一种不安全的感觉浮现在很多人心头。时间流逝，3天过去，三眼老者以及那5个元婴始终没有回来，而舟船上的众人心头不知为何都笼罩了一丝说不出的压抑，似在这舟船上有一股诡秘的气息慢慢弥漫开来。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宋缺等人居住在白小纯的房间内，每个人都有自己单独的休息之地，享受着只有星空道级榜排名前10之人才能获得的待遇。心中感慨之余，也都在各自的修行上更为认真。白小纯如今的修为距离结丹大圆满已经不是很远，他觉得自己已经很厉害了，所以大多的时间是在那露台上，一边晒着太阳，一边看着外面的通天海。这露台上方不远处就是战舟的甲板，可以看到在那里有一些修士的身影，其中有一个女子，正是公孙婉。她站在那里，似乎也在遥望大海。白小纯目光一扫，立刻收回，拿起一壶放了冰块的灵酿，美美的喝下一口。这才是生活啊！白小纯感慨，身后还有2个机关傀儡正在为他揉捏肩膀。金色的大海，更多的时候看不到太大的风浪，放眼看去，海面如同金色的镜子，有种说不出的绚丽之感。至于那吹来的海风，白小纯已经有了习惯，即便是那海水，以他的功法沾染在身上，也可以短时间无碍。更何况还有这战舟的阵法存在，使得狂暴的灵气在涌入舟船时，如被净化了一番，变得柔和不少。在这感慨时，白小纯回头看向身后的房间大厅，看到宋缺与神算子还有陈曼瑶都在盘膝打坐，一脸认真的模样。他觉得有些无聊，想要找人说说话。这些人也真是的，能享受的时间也就是这半年了。等到了岸边，进入了星空道集宗分宗的区域，在那长城内就没有眼下这么舒服的时候了。徐宝才在这里就好了。白小纯叹了口气，再次喝下一口灵酿后，觉得没意思，琢磨着要不要出去走走。可就在这时，他余光扫过大海，忽然眼睛猛地一直，他看到在那不远处的海面上，竟有一群金色的鱼儿，居然跃出了海面，化作一道弧形，组成了一条金色的长虹，又落入海中，掀起了不少的海水的同时，那些金色的鱼儿也都清晰地落入白小纯的目中。那些鱼儿每一条都有手臂大小，身上鱼鳞金色闪闪发光。最为惊人的是，居然长着2个头，不是并列，而是没有尾巴，因为第2个头赫然是长在了尾巴的位置。金秋鱼！白小纯猛地站起身，一眼就认出了这奇异的鱼，竟是灵兽篇内记录的一种极为罕见的灵鱼。白小纯睁大了眼，这种灵鱼是不多的几种，不需要炼制成灵药，而是可以直接食用的天才地宝。经常食用，可以让人体内经脉加粗，还能使得灵识的范围也都扩大一些。对于修士而言，好处极大。甚至这金秋鱼若能活过100年，对于结阴也有一定的帮助。就在白小纯惊喜时，突然从那群金秋鱼飞跃出的海面上，海水翻滚中，一条身体明显比其他鱼儿要庞大10倍以上的大鱼飞跃而起。此鱼一样双头，通体金色，可却有一股沧桑之意弥漫，似存活了很久。此刻飞出时，全身鱼鳞折射阳光，璀璨无比。100年秋鱼！白小纯吸气，右手立刻抬起，向着那秋鱼一指，顿时一道寒气刹那成丝，直奔大鱼而去，眨眼就将其缠绕。可却有一股大力传递回来，使得白小纯身体不稳，险些被拽下露台。白小纯面色变化，赶紧向着身后高呼：“圈儿、哼哼子、小曼瑶，你们快过来，这里有宝贝啊！”白小纯声音很大，立刻就传入宋缺等人耳中。他们3人正在打坐，此刻全部睁开眼看向白小纯时，宋缺有些不耐，神算子则是无奈，陈曼瑶如常微微一笑。可很快的，他们就看到了楼台外的海面上那条飞跃而起的庞大秋鱼。在看到后，3人都是眼睛一直，宋缺第一个冲出，陈曼瑶与神算子也都快速临近。快来帮忙，咱们一起把这条鱼抓住，今晚就吃它了。白小纯兴奋地开口，加大了修为的运转。好在他于灵犀宗时修行的就是玉力，且一路修行至今都是与玉力有一定的关系。此刻全力出手，顿时就让那大鱼就算是落入海面，也依旧被白小纯的玉力丝线吊住了身体。可这大鱼的挣扎极为强悍，形成的波动掀起了海浪，传出阵阵巨响。好在宋缺等人来得及时，他们没有丝毫迟疑，立刻各自展开手段。宋缺右手掐诀一指，顿时他的脚下其影子瞬间蔓延而出，似融入海中，虽被削弱了不少，可依旧直奔大鱼而去。神算子则是掐诀间施展法宝，轰向海中的大鱼。
陈曼瑶最为诡异，她掐诀间猛地张开双唇，吐出一缕粉色的雾气，这雾气在半空中凝聚，化作了一只雾鹰，长啸一声飞出，锋利的爪子直奔大鱼。白小纯激动，无比振奋。他之前还觉得无聊，可眼下却找到了乐趣，大喊一声：“大家加把劲，这大鱼跑不掉了！”白小纯兴奋时，宋缺等人也都忍不住心跳加速。他们此刻也都感受到了这条鱼的不俗，纷纷用了全力。大鱼在海面不断挣扎，甚至还有闷闷的咆哮传出，使得甲板上的不少修士都陆续的察觉，公孙婉距离白小纯的房间的露台不远。此刻低头看去时，立刻就看到了那条海中的大鱼，也看到了白小纯等人的举动。公孙婉轻声一笑，似觉得很好玩，于是右手抬起，也向着海面的大鱼一指，竟也散出修为，去帮助白小纯等人一起降服这条金秋鱼。白小纯立刻就察觉到了公孙婉的相助，也看出了对方明显是没有争夺之意，只是帮助。他心中感动，高呼一声：“婉儿，等抓到这条鱼，你过来一起吃饭吧。”公孙婉侧头看向露台上的白小纯，俏脸露出笑容，问了一句：“吃饭？今晚可以吗？”“可以啊。”白小纯也没多想，随口回了一句。很快的，集合众人之力，那条大鱼慢慢挣扎，也都弱了下来。此消彼长，在这大鱼虚弱的瞬间，众人猛地发力，轰的一声，这一人多长的大鱼就被白小纯等人直接从海中拽得飞了起来，直奔战舟。白小纯激动，大笑一声，正要去接住，宋缺以及神算子还有陈曼瑶也纷纷脸上露出笑容。抓着大鱼虽没有什么凶险，可这是在通天海的战舟上耗费的精力不小。可就在这大鱼飞出直奔战舟的瞬间，突然的在那甲板上有一道身影猛地冲出，速度之快如同一道闪电，更有结丹大圆满的修为之力轰然爆发。其右手抬起，向着来临的大鱼蓦然一指，顿时在半空中一只虚幻的大手凭空出现，一巴掌就直接轰了过去，落在这大鱼身上，使得这本就精疲力尽的大鱼顿时全身震动，发出一声凄厉的嘶吼，竟被那大手直接拍死。在那大鱼被拍死的瞬间，那大手更是一把抓住此鱼，卷着就走，刹那就回到了青年身边后，被青年袖子一甩，直接收入储物袋内。“你干什么？”白小纯立刻怒吼，想要阻止，可却来不及，只能带着怒意从露台飞出，直奔甲板。宋缺三人也都怒意弥漫，纷纷冲了出来。可当看清了那青年的样子后，宋缺与神算子面色一变，认出了对方的身份。“这条鱼是我们看到的，已经让其虚弱，马上就要抓到了，你这是生生抢夺！”白小纯呼啸而来，到了甲板上后，怒视将那大鱼夺走的青年。他此刻也认出了这青年，对方赫然是星空道榜上曾经的前3之一，如今排在第5位的季方。“笑话，他现在在我手里，就是我的！”季方神色桀骜，目中带着轻蔑，无视白小纯身后来临的宋缺等人，只是看了眼白小纯与一旁的公孙婉。不干净的东西又来了。这条金秋鱼，季方早就看到了，在这条战舟上，除了赵天骄3人外，他自认为没有任何人可以被自己放在眼里。至于这条鱼，他既然看到了，抢就是抢了。对于白小纯这里，他虽有一些忌惮，可却有足够的把握，可以将其镇压。哪怕是加上了公孙婉，季方也依旧有自信。毕竟有帮手的不仅仅是白小纯，他季方的身边一样有追随者。此刻他冷冷开口后，转身一晃，直接离去。太欺负人了！白小纯怒了，这种被人抢走自己东西的感觉，让他觉得实在不忿。正要拦住对方时，神算子在后一把拉住白小纯：“少祖，忍一忍吧，此人是季方啊，曾经的前3，虽后来被超越成为第5，可依旧还是实力惊人。一条鱼而已，我们没必要与他太过激烈冲突，否则的话，到了分宗后恐怕不利。”宋缺看着季方的背影，也咬牙开口。白小纯眼看几人都劝自己，狠狠的一咬牙，哼了一声。他知道宋缺与神算子是不愿得罪季方，若自己强行出手，他们会被牵连，不得不暂时忍了下来。此人如此嚣张，这种性格到了蛮荒后一定死得快。白小纯嘀咕了一句，这才郁闷的回到了房间。直至众人远去，始终站在一旁的公孙婉忽然笑了笑，看向季方的背影，舔了舔嘴唇，目中闪过一丝幽芒，好像很美味的样子。一夜无话，白小纯盘膝坐在房间内，对于白天的事情越想越觉得不舒服。不行，此事不能就这么算了。那季方虽有些本事，可我白小纯本事更大，要想个办法整一整他，我要给他盖个印。白小纯想到这里，打开储物袋，准备去找小乌龟，可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于是更郁闷了。直至外面天色渐亮，清晨出阳破晓，洒出光芒的瞬间，突然的，在这寂静的战舟上，有一声凄厉的惨叫，倏然间从白小纯所在的第3层绝望的传出。这惨叫仿佛带着无法形容的恐惧，似生命之火熄灭前的最后之声，传遍四方，被不少人听到。白小纯这里更是听得清晰。怎么回事？
宋缺等人纷纷面色大变，齐齐睁开眼，露出诧异时，白小纯也愣了一下。很快的，他所在的这第3层，其他前10的天骄纷纷走出，白小纯也赶紧走了出去。甚至第2层的赵天骄以及陈月山也都出现，还有下层的一些修士都一个个惊疑不定的来临。不多时，众人就找到了惨叫传出的地方。那是第3层的一处房间，房间内有一具干尸。这房间属于祭方，而那干尸，白小纯在看到后辨认了半天，才认出对方正是昨天抢夺了大鱼的祭方。白小纯吸了口气。此刻的祭方全身干枯，面目全非，如同骸骨一样。明明是死亡不久，可偏偏他的身上竟出现了腐烂的征兆。甚至众人都是结丹修士，身为天骄，一眼就看出祭方的死亡极为诡异。他全身的鲜血竟消失不见，如被吸走。这一幕立刻让四周众人纷纷吸气不止，目中露出骇然。要知道，祭方是结丹大圆满，战力不俗，可这四周却没有半点斗法的痕迹，仿佛这祭方是瞬间就被吸干而亡。尤其是祭方的房间充满了阴寒之感，让人忍不住心神一颤。白小纯望着祭方的尸体，整个人有点懵。他睁大了眼，觉得不可思议。他夜里还在琢磨如何整对方，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一夜过去，对方居然就死了。他死了。白小纯平稳了下呼吸，尤其是这种死法，他看着看着，隐隐觉得有些眼熟。可还没等他想起，他身后的神算子与宋缺面色已然煞白，目中露出惊恐。陈曼瑶也是深吸了口气，神色内浮现惊疑。若是三眼老者等人在的话，此事还好，自然有他们来调查。可如今长辈不在，众人都没有什么办法，纷纷看向来到这里的赵天骄。赵天骄凝望祭方的尸体，目中露出惊芒。临近后仔细查看，渐渐他面色一变，蓦然开口：“我们船上来了不干净的东西，大家要小心一些。”他这句话一说出口，四周众人俱都一凛，白小纯也头皮一麻，面色都变了。可惜此事注定短时间内无法解决，渐渐的众人散去，只能各自警惕，带着心事全部离去。白小纯心惊肉跳，与宋缺等人回到了房间后，刚一关上房门，白小纯就身体哆嗦了一下，猛地回头看向面色苍白的宋缺三人：“你们觉不觉得那尸体有些眼熟？”白小纯生怕是自己想错了，紧张地问道：“少祖，这尸体与逆河宗的那件事一样啊？”神算子神色惶然，目中恐惧更多。一模一样。宋缺深吸口气，低沉开口：“我也看了，的确是一样的死法。”陈曼瑶不知想起了什么，低声说道。听到三人的回答，白小纯觉得自己头皮都要炸开了。他方才觉得眼熟，赵天骄的话语让他想起了逆河宗的事情，眼下三人又这么确定，他立刻也就确定无疑了，顿时在心底哀嚎起来。该死的，怎么会这样？我都到这里了，怎么那不干净的东西也追来了？白小纯越想越觉得此事诡异，恐惧非常，连忙从储物袋内取出辟邪符，纷纷贴在身上，甚至还不放心，催促神算子与宋缺在这房间内布置了数十个阵法，可还是不够放心，于是也不准备外出了。回到了自己单独的房间后，白小纯又亲自出手布置阵法，尤其是那具魂丹，更是被他取出了不少，放在可以瞬间拿到的位置上。我有辟邪符，有阵法，有具魂丹，只要这不干净的东西稍微有些心眼，就一定不会来招惹我，一定是这样。他要是来招惹我，必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白小纯哭丧着脸，给自己不断打气，又琢磨着宋缺等人也在房间里，如此一来，那不干净的东西来自己这里的可能性就又小了。只是他一想到季方身为结丹大圆满，而且是和自己在同一层，白小纯顿时就觉得自己的安全还是得不到保障。尤其是他脑海里不断的浮现季方的尸体，想着那全身血液被吸走的一幕幕，白小纯面色更趋苍白。这到底是个什么鬼？那姓陈的天人怎么还不回来？白小纯紧张不已，愁眉苦脸的坐着。只是外面天色渐暗，他在这警惕中熬过了一夜。这一夜不仅仅是白小纯这里紧张，宋缺、神算子、陈曼瑶，还有这一层的其他几个天骄，以及第4层、第5层的弟子，每一个都惊疑不定。若死亡的是其他人也就罢了，可季方身为星空道级榜第5，战力非凡，但就算是这样，也都如被瞬杀一样的诡异死去。这一幕让所有人都心底惴惴不安。当清晨到来时，随着众人相互检查，确定没有人死亡后，才陆续的松了口气。白小纯也一样松了口气，但却没有放松太多，而是抓紧时间在自己的房间内外布置了更多的辟邪一类的阵法。他更是恨自己不会画符，否则的话，他一定会用全部时间在自己身上画满辟邪符。很快的3天过去，这3天里依旧没有人再死亡。直至此刻，舟船上的气氛才恢复了一些，平日里甲板上也重新出现了修士的身影，只是每个人的心头都有些压抑，时而看向天空，期望可以看到三眼老者等人的归来。直至过去了半个月，三眼老者一行人始终没有回来。好在船上的离奇死亡再也没有出现过。
白小纯这里终于松了口大气，说不定是我想错了，不是什么不干净的东西，而是那条鱼。白小纯琢磨一番，无法确定是不是那条百年秋鱼的原因，可这么把自己关在房间内也不是长久的办法，他实在闲不住，于是去和神算子三人商量一番。神算子等人这段日子也都不敢全身心的沉浸在修行中，听到白小纯的话语后，很快的索性外出散散心。于是，在闭门了半个多月后，白小纯终于走出了房间，来到了甲板上。公孙婉似乎也觉得无聊，看到白小纯等人，也笑眯眯的跟了上来。甲板上修士不少，有的3两成群，有的则是单独一人。而白小纯这里人数最多，他身后的宋缺习惯性的散出煞气，一副生人勿近的模样。而神算子则是在白小纯身边，仿佛管家一般。至于公孙婉本就美丽，而陈曼瑶也是绝美，这2个女子陪伴在白小纯的左右后，立刻使得他们这一行人格外显眼。四周不少修士都时而看向白小纯这边，有的冷漠，有的羡慕。白小纯吹着海风，他深吸口气，抬头看着天空，看着那望不到尽头的金色大海，心中的压抑也都扫去了太多。哎，好好的一段行程，却变成了这样。白小纯感叹时，目光扫过四周，注意到了众人的目光，于是也回头看了看身后的这些人。在公孙婉与陈曼瑶身上扫过时，这2个女子都不约而同的对他展露微笑，不同的容颜，不同的笑容，可却同样的绝美。这一幕让白小纯心情突然又好了起来，仿佛是发现了新的乐趣。在之后的一段日子里，白小纯索性每天都拉着众人外出溜达，专门在人群多的地方与陈曼瑶以及公孙婉谈笑。从2女口中时而传出的笑声，每每让四周众人纷纷侧目。越是这样，白小纯就兴趣越大，对于公孙婉，他的排斥也少了一些。公孙婉笑起来也还是蛮漂亮的嘛。白小纯得意的扫了扫四周，看到了在不远处冷冰冰的如木头一样站在那里的赵天骄。这段日子，他在甲板上经常能看到赵天骄还有陈月山，这2人身为排名前3的巨擘，高高在上，不需要去与任何人亲近，自然有大把修士主动接触。此刻在赵天骄的身边就有7、8人正小心翼翼的跟随，其中有几个白小纯还认识，正是空玉彩虹上他当初去拜见，想要让对方为自己代买七彩物草的修士。哼哼子，你说为什么这些巨擘们一个比一个冷漠啊？这赵天骄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那陈月山也是，还有那叫什么左道的，此人几乎不与任何人接触，整日闭关。白小纯目光扫过，对身边的神算子低声开口：“那个，可能在大家心目中，他们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吧？”神算子迟疑了一下，说道。白小纯若有所思，正琢磨这个问题时，他的目光落在赵天骄身上。可突然的，赵天骄猛地转身，一样看向白小纯。2人的目光刹那间就隔空碰到了一起。赵天骄神色平静，可目中却有金芒一闪，这金芒让白小纯觉得刺目。但他这辈子虽害怕死亡，可最不怕的就是比眼神了。几乎在觉得刺目的瞬间，白小纯目中一样露出金芒，也向赵天骄看了过去。2人目光的碰撞无声无息，可却在彼此的心神内都掀起了一阵波动。白小纯面色变化，脚步停顿下来，赵天骄那里也双眼一闪，收回目光，可却没有停顿，而是向着白小纯走来。赵天骄身为星空道级榜第1，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众人瞩目。他这么一动，立刻引来四周众人的关注。当看到他居然是走向白小纯那里时，顿时就引起不少人的关注。尤其是赵天骄身后还有7、8个追随者，一行人浩浩荡荡，很快就靠近白小纯这里。白小纯身边的宋缺立刻面色肃然，神算子愣了一下，神色也变得凝重起来。陈曼瑶也诧异中站在了白小纯的身边，唯独公孙婉神色如常，看向赵天骄时似有些兴趣的样子。整个甲板此刻随着赵天骄的走来，其上所有人都安静了。一道道目光凝聚时，赵天骄来到了白小纯的面前。他神色冰冷，整个人仿佛一把即将出鞘的利剑，站在那里时如同山峰，似要俯视一切。其目光上下打量了白小纯一番，神色越发冰寒。白小纯眨了眨眼，心底诧异，有些搞不明白眼前这赵天骄到底怎么了。他琢磨着自己与对方只是见过几面，对过几眼而已，彼此之间甚至一句话也都没说过。赵师兄，白小纯忍不住问了一句：“白师弟，可否借一步说话？”几乎在白小纯开口的同时，赵天骄冷冷说道，凝望白小纯身上的气息虽没有散开，可他的身份以及战绩都会让人生起强烈的忌惮。啊！白小纯一愣，想了想后点头同意。他倒不是因为忌惮，而是很好奇，如赵天骄这样的巨擘到底找自己何事？赵天骄神色依旧冷漠，走向靠近船头的甲板处。他刚一到来，原本在这里的修士都纷纷退让，使得此地一下子空了。白小纯带着好奇也走了过去，可心中却有警惕。虽然他觉得这赵天骄似乎没有什么恶意，可该有的准备不会减少。随着走去，
当白小纯与赵天骄站在了一起时，赵天骄右手抬起，一指虚无，顿时一道光膜凭空出现，扩散四周，形成封印。这封印没有什么实际的防护，可却对声音以及灵识产生很好的隔绝，显然是与白小纯的交谈，不希望外人听到。白小纯更好奇了，竖起耳朵看向赵天骄，等待对方的话语。赵天骄沉默，半晌后一样看向白小纯，神色肃然，仿佛有极其严重的事情正在心中酝酿。这一幕不但让白小纯的好奇心再次强烈，就连四周的关注之人也都一个个神色变化。大师兄找白小纯，到底是什么事？不对劲，莫非是与季芳的死有关？我想起来了，季芳死前似乎与白小纯那里产生了一些矛盾。在这众人低声议论时，白小纯看着赵天骄，心中也升起了很多猜测。白师弟，就在白小纯这里猜测时，赵天骄深吸口气，缓缓开口。白小纯连忙认真去听。白师弟，你身边的2个女伴模样和身段都不错哦。赵天骄神色肃然，望着白小纯，缓缓说道。啊！白小纯一愣，睁大了眼，看着对方一本正经的样子，而话语的反差让他觉得自己好像听错了。那个师弟，你不要误会，我对你的那2个女伴没有感觉，我只是想知道你是怎么把她们追到手的。我观察你好几天了，居然能让她们2个绝世美女都跟着你。赵天骄神色如常，依旧冷漠，依旧高傲，依旧如即将出鞘的利刃，可说出的话语却让白小纯这里眼睛睁得更大。如果不是听到了声音，而是只看表情的话，白小纯根本就猜不到对方在如此正经的表情下居然说出的是这句话。白小纯挠了挠脑袋，此刻还是有些发懵，觉得对方的样子与话语好像不是一个人，下意识的说道：是他们主动缠着我的，甩都甩不掉。赵天骄闻言神色更为凝重，皱起了眉头，似有不信。以他的身份与强悍的战力，此刻这么一皱眉，顿时给人一种仿佛山雨欲来之感。2人的交谈外人听不到，他们只能看到白小纯与赵天骄的表情。此刻一个个在看到白小纯那里诧异似不可思议的神情后，猜测更多了。一定有问题，你们看，白小纯挠头了，他在解释。有蹊跷啊！大师兄那里的神色似乎更凝重了，仿佛不信的样子。在众人猜测时，宋缺与神算子也都无比诧异，不知道白小纯与赵天骄到底在谈论什么。陈曼瑶也是好奇不已，唯独公孙婉轻轻一笑。而在船头的区域，此刻的白小纯终于从眼前赵天骄的表里不如意的错乱中反应过来，他神情怪异的看了看赵天骄，琢磨着对方是星空道几榜第1的大师兄，修为更是高深莫测，可以斩杀元婴。这样的人我应该要和他交好关系才对，这样的话以后一旦谁惹我了，也能有人帮我，而且到了蛮荒后说不定也能顺利好多。白小纯想到这里，轻笑一声，右手抬起拍了拍赵天骄的肩膀，以一副过来人的姿态，风轻云淡的开口：大师兄。赵天骄似很不适应，想要避开，可听到白小纯的话语似乎蕴含了语重心长之意，于是忍住，任由白小纯的手落在肩膀上。你别不信我，大师兄，你看到的只是他们2个人，我在逆河宗内还有好几万个呢，都给我写了情书。白小纯感慨中掩饰不住得意。赵天骄皱起眉头，觉得白小纯这话语实在太夸张了。2人的神情再次落入四周众人眼中，顿时引起更多的议论声，尤其是他们看到白小纯竟拍着赵天骄的肩膀，而赵天骄竟然没有拒绝时，一个个都不可思议。要知道赵天骄在他们的心目中那是高高在上，傲然无比，冰冷似不愿与寻常之人接触，可眼下这一幕竟出现了这样的变化，不由得让众人吃惊。船头区域内，赵天骄皱着眉头，又看了白小纯一眼，似有些失望，没有继续说什么，转身就要离去。嘿，还不信是不是呢？你看这些是什么？白小纯立刻不干了，他最讨厌别人不信自己了。此刻话语一出，立刻拍了下储物袋，向外一甩，立刻哗啦啦的声音传出时，大把大把的情书如下雨一样被白小纯从储物袋内倒了出来。那情书太多，眨眼间就堆积成了一座小山。这一幕立刻让赵天骄吸了口气，有些傻眼。他似无法置信，立刻拿起一些看了过去，越看越是心惊，越看面色越是变化。他发现这些的确都是情书，而且显然是不同笔迹的，不可能作假，甚至还有不少是预检，里面居然还有利影。随着看去，赵天骄的呼吸越发急促，内心的震撼仿佛掀起了滔天大浪。半晌之后，他抬头看向白小纯时，隐隐惊为天人。怎么样，相信了吧？这些还只是一部分而已，我储物袋还有更多呢。白小纯得意的小袖一甩，抬起下巴：我白小纯在逆和宗旦之间，就可让数万女修死心塌地。这一刻，外面的众人，他们内心的震撼与猜测更多，因听不到声音，灵识也无法蔓延，所以在他们看去，白小纯与赵天骄之间实在是太诡异了。尤其是那大把的情书落下，他们都懵了。刚开始还没感觉到什么，可那些情书看起来有些奇怪，比如上面有的居然折叠成为了心形。那些是什么？
天哪！大师兄居然去翻看，我怎么觉得这些像是情书？胡说！你见过一个人能拿出这么多情书吗？这至少上万封，分明不是情书。而且大师兄竟看着看着，神色都变了，这些一定蕴含了什么惊人的秘密。这白小纯，我怎么觉得他如此高深莫测？在这众人纷纷发懵时，陈曼瑶认出了那些情书，立刻轻啐了一声，在看向白小纯与赵天骄时，他竟然有些哭笑不得。还没等外面众人仔细查看，赵天骄呼吸猛地一顿，此刻右手猛地抬起，再次一挥，立刻四周的防护除了隔绝声音外，更是模糊起来，使得外人无法看清里面的赵天骄与白小纯。在隔绝之后，赵天骄深吸口气，神色无比肃然，目中露出认真，竟抱拳向着白小纯这里深深一拜。白师弟年纪轻轻，居然有如此绝技，不知可否传授愚兄一二？白小纯再次一呆，看着自己面前依旧一本正经的赵天骄，那种怪异的感觉再次升起，忍不住开口又确定了一下：“你要学这个？”白小纯好奇地问道。“还请白师弟教我，此事关乎我一生幸福，此大恩大德，赵某毕生不忘。”赵天骄神色更为凝重，深吸口气，再次一拜。白小眨了眨眼，他立刻终于明白了，眼前这货分明就是闷骚，看起来冰冷，实际上一肚子骚气，于是哈哈一笑：“咱们是兄弟，什么传授一二？你找个时间去我那里，我愿意倾囊相授。你看好哪个了？和我说，我情圣白小纯还没有拿不下的山头。”白小纯得意的一拍胸口，发出砰砰的声音。赵天骄长舒一口气，没有立刻与白小纯约定时间，而是再次抱拳一拜后，挥散了四周的封印，神色肃然的离去。白小纯也收起了那些情书，神情得意，大摇大摆的走出。到了神算子等人面前后，神算子极为好奇。宋缺虽看起来生人勿近，可依旧还是忍不住多看了白小纯几眼。“少佐，你和赵天骄那里说的什么事啊？”神算子连忙问道。“不能说，此事涉及到了赵师兄这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岂能轻言？”白小纯深吸口气，高深莫测的摇头，背着手，带着得意走向屋舍。他越是不说，神算子就越是好奇。不但是他这里如此，四周其他人都是这般，一个个都在打探，可却没有任何线索。很快3天过去，这3天里，白小纯没有外出，而是在房间内等待。他琢磨着赵天骄一定会来找自己。神算子眼看白小纯这么一副样子，忍不住多次问询。到了最后，白小纯轻咳一声，说了一句：“我在等一个人。”赵天骄？神算子吃惊，宋缺在一旁也竖起耳朵。没错，因为整个战州上能帮助他的人只有我白小纯一个人。白小纯淡然开口，随后闭上了眼，似在打坐，可心底却得意无比。神算子与宋缺相互看了看，都心中狐疑。可还没等他们猜测多久，在这第3天的黄昏时，白小纯等人的房门外传来了赵天骄的声音：“白师弟在不在？”听到这句话后，神算子与宋缺都猛地看向白小纯。白小纯缓缓睁开眼：“圈儿，还不去开门？曼瑶，你回避一下。”陈曼瑶看了看白小纯，哼了一声，他多少猜到了一些，此刻身子一扭，回到了他自己的房间。至于宋缺，则是一瞪眼，可想到自己如今寄人篱下，只能咬牙去打开房门。随着房门开启，赵天骄的身影出现在了外面，他神色肃然，立刻走入进来，身后还跟着2个追随者。这2个追随者都面色有些忐忑，他们正是当初在响魔堂内，在白小纯去拜见，希望能代买药材时刁难拒绝之人。一个当时开出一个天价的贡献点，另一个则是自称要闭关数年。他们怎么也没想到，白小纯后来居然一跃而起，将星辰与紫色彩虹上升起，名震宗门。这也就罢了，他们追随赵天骄，倒也不担心白小纯报复。可如今让他们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赵天骄与白小纯这里似乎存在了某种他们所不知道的关系。尤其是这一路走来时，他们亲眼看到赵天骄的神色满是凝重，甚至在白小纯的房门前露出很客气的姿态，这就让他们2人内心一颤。“白师弟，愚兄始终爱慕月山师妹，可却不知该如何追到手，还请教我。至于报酬，白师弟想要什么，只要赵某能做到，一定全力，即便是天兽魂，我也能弄到。”走入房间后，赵天骄深吸口气，没有在意神算子与宋缺也留在房间内，而是看向白小纯，抱拳深深一拜。神算子倒吸口气，宋缺在一旁也傻眼了。他们无论如何也没办法想到，高高在上的赵天骄来到白小纯房间后，居然第一句话说出的竟是这般。不但是他2人愣住，赵天骄的那2个随从也都懵了。尤其是赵天骄提出的报酬，居然是天兽魂，立刻让4人心头一跳。一份天兽魂就可以在宗门换取1枚元婴丹，这价值之大已是极重。就在这4人都傻眼时，白小纯盘膝坐在那里，他从始至终都没有起身，此刻却皱起眉头，神色中带着不悦：“赵师兄，我白小纯与你一见如故，又看你诚心问询，
所以才同意帮你。可你却提出报酬之事，你以为我白小纯是因为看中你的报酬吗？”白小纯冷哼一声，似很生气，袖子一甩：“天兽魂，哼！我白小纯若想拥有，自然会自己去获得，而非以这种方式。赵师兄，你走吧，白某不送。”白小纯面色阴沉，愠怒开口。他话语一出，神算子与宋缺呼吸为之一凝，赵天骄身后的那2个追随者也都怔了一下。他们从来没看到过有同辈之人敢这么和赵天骄说话。此刻反应过来后，正要怒喝，可赵天骄却猛地抬头，右手抬起制止2人。他深深地看了白小纯一眼，目中露出深邃。半晌之后，赵天骄忽然笑了，笑容在他的脸上是很少出现的。此刻在笑容浮现的同时，赵天骄的声音再次传出：“是愚兄鲁莽了，师弟莫生气。”这笑容带着真诚，让他身后的2个追随者心脏跳动加剧。他们跟随赵天骄很久，还从来没看到赵天骄笑，此刻都觉得不可思议，不由得对白小纯这里更是忌惮起来。白小纯哈哈一笑，站起了身：“大师兄，我可不是和你玩一些待价而沽的手段，我帮你不要一次性的报酬，我要的是长久的、更多的报酬，我要和你交朋友。”白小纯觉得自己这番话很厉害的样子，心中有些自得。神算子与宋缺彼此互看一眼，赵天骄也愣了一瞬，看向白小纯时，笑容里也多了真诚，摇了摇头后，索性坐在了白小纯的面前：“我喜欢陈月山，小纯，你说我应该怎么做？”白小纯也坐了下来，取出灵酿放在中间。神算子机灵，上前为他们2人斟满后，白小纯拿起酒杯抿了一口，目中露出缥缈之意。赵天骄没有催促，也拿起酒杯喝下一口，等待白小纯的回答。半晌之后，白小纯在脑海里整理了一下这3天琢磨出的思路，神色渐渐风轻云淡，仿佛得道高人一般，缓缓开口：“世间情爱千变万化，种种思绪纠缠不清，很少有人能将其说得清楚。这与太多的事情有关联，与性格、有形式、与地位、与关系，与太多的琐事关联。你喜欢一个人，看似简单，可如何让他也喜欢你，这就是一门学问了。”白小纯放下酒杯，悠悠而道：“我白小纯刚入修真界就遇情劫，而后纵横情场数10年，收获情书37981封，拒绝数万女子求爱，眼看无数情欢，又看红颜枯骨，直至如今，不说看透世间情，可多多少少也有了一些感慨与心得。”白小纯小袖一甩，下巴略有抬起，声音飘忽不定，似带着某种特别的思绪。神算子睁大了眼，宋缺则是暗藏不屑，撇了撇嘴。2人相互看了看，都觉得白小纯这些话太能卖弄了，纷纷心中鄙视。赵天骄咳嗽一声，正要说些什么时，白小纯忽然袖子放下，目中露出奇异之芒，猛地看向赵天骄的双眼：“下面我要说的话语，是我白小纯半生总结的不传之秘，但凡有人掌握，必定会让天地失色，风云倒卷。若是落入心术不正之人的手中，必定让无数女修从此心惊胆战，闻风丧胆，甚至生灵涂炭。所以你们要切记，不可外传丝毫。情场如同战场，战场上要的是胜，情场上要的是赢。故而我白小纯将这半生之秘凝聚在了一个字上，这个字就是赢。”白小纯声音猛地提高，甚至气势都崛起了一些。赢拆开就是王口月被凡，王代表要时刻有危机意识，口代表你要有很好的沟通能力，月代表天时的关键，被代表的是你要有灵识，凡代表的是你要有一颗平凡心，关键时刻要能稳得住。这番话语从白小纯口中说出，立刻让赵天骄这里神情一变。不但是他如此，神算子这一次脸色骤变，宋缺脑海嗡的一下忍不住思忖起来。那2个赵天骄的追随者也都吸了口气，似若有所悟。他们这辈子还从来没听过如此言论，而且越是深想，就越是觉得似乎很有道理。这就是我情圣白小纯总结出的不传之秘，赢自诀。白小纯一拍地面，发出啪的一声，这声音传入众人耳中，立刻让众人全部心神一震。这神算子满脑袋都是那赢自诀，此刻看向白小纯时，心神撼动。宋缺彻底呆了，他无法想象到底这白小纯是个什么人，居然去总结这种东西。赵天骄呼吸一滞际，而又恢复平缓，望着白小纯，这一刻他是真的幸福了。对白小纯这里真正的惊为天人，这银字诀虽短，可却让他脑海如霹雳划过，天雷滚滚，隐隐的竟有种豁然开朗之感。能把天地间的情场变幻无穷之术归纳为一个字，此人功力到底多深？赵天骄深深的吸了口气，连忙起身，向着白小纯再次深深一拜。白小纯神色坦然，没人注意到他是从什么地方拿出了一把扇子，在那里缓缓扇着，脸上似笑非笑，仿佛一切都在他的思绪之内。实际上，这银字诀倒也并非白小纯独立想象出来，这里面贾叶藏也起到了很大的帮助。毕竟贾叶藏当年在血溪宗内有无数情史，虽然每一段都是血泪，
可若非贾叶藏有独到的手段，换了其他人也不可能次次成功。这只是总纲而已，告诉你等这银字诀，只是让你们明白情场如战场。白小纯抬头，目中露出深远，似带着回忆，悠悠开口：“现在我来为你详细的解释一下银字诀的精髓。王口月背凡，第一条就是一个王字，这代表了你要有很强的危机意识，要随时将这危机感放在心头，时刻提醒自己。毕竟陈师姐天生丽质，资质绝佳，形貌更是绝伦非常。这种女子，你别看现在她还没有道侣，可你一定知道，整个星空道极宗内，暗中喜欢她的人不知有多少。不说远的，就这条船上就有太多喜欢她的人。你若没有危机感，必定失败。”白小纯凝望赵天骄，话语如当头一棒，让本觉得有些豁然开朗的赵天骄全身一震。他是真的在意陈月山，且因他自身性格的问题，他不知道该如何去表达，更不知如何去追求。无奈之下，又看到白小纯那里似乎以红微翠，所以之前才找到白小纯。被白小纯的情书震撼，方才又被那银字诀撼动，此刻对白小纯已经是坚信无比。听到这番话后，顿时急了：“我该怎么办？”赵天骄急忙开口：“别急，我还没说完。你要始终有危机感，这个感觉切记不要露在表面，要放在心里。所以你要认清形势，你的时间不多了。”白小纯语重心长，深深地看了赵天骄一眼。赵天骄吸了口气，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眼看赵天骄平静了，白小纯目中露出赞赏，点了点头后又继续开口：“其次，你说你既然喜欢陈师姐，我不用问就知道，你一定没有告诉她，也不采取行动，这是不行的。表白不急，可你要多与她沟通，说话一定要风趣，这点很重要。不过你放心，我会教你怎么说的。”赵天骄张开口想要说些什么，可最终还是不知如何去开口。听到白小纯说一切有他时，赵天骄内心越发感激。然后就是需要天时，现在就是天时，我们都在这艘船上，而且你们还在同一层，这就是地利啊！你天地地利都具备，人和有我必成。白小纯一拍巴掌，声音也大了一些。再其次就是背，这个就不多说了，你应该都具备了。最后是凡，这个也是重点，与王字诀看似相悖，实则不然。你在有危机感的同时，还要保持一颗平常心，一定不能乱，要稳住，任何事情都要稳住。记得一切有我。白小纯一挥手，意气风发，他声音充满了鼓舞人心的力量，听得赵天骄热血沸腾，心情澎湃。一旁的神算子等人看着白小纯有说有道，听着他详细的解释之后，内心各有震动，甚至不由自主的去仔细聆听，隐隐觉得听了白小纯的这些话语，说不定以后对自己有很大的帮助。唯独宋缺内心不屑的同时也有矛盾，不知该不该继续听下去。你先别太高兴，我还没说完。白小纯轻轻咳嗽了一声，赵天骄立刻拿起酒壶，亲自为白小纯倒满。白小纯随即端起酒杯喝下一口，润了润喉咙后，这才继续说道：“刚才说的是银字诀，是让你们知道我情圣白小纯纵横情场数十年的功底。现在我要和你说一下具体。你要知道，情场之中需知己知彼，投其所好。你想让他喜欢你，首先需要攻陷的就是他的亲朋好友。当这些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哪怕不好也是好的。”白小纯目中露出笃定，使得他的话语也都铿锵有力。神算子在一旁猛地一拍大腿，他目中露出炯炯之芒，赶紧端坐在旁，望着白小纯，一副崇敬的模样。他觉得白小纯说的太对了。白小纯有些不悦，睨了神算子一眼，顿了一下，继续开口：“你要知道，很多女修实际上都没有安全感，尤其是在这残酷的修真界更是如此。那么，你如果能满足她的安全感，如同黑夜里的一缕光芒，会让她不由自主的产生依赖。一旦做到了，那么你就算成功了。”第一步，白小纯淡淡开口。赵天骄听得眉飞色舞，激动不已。神算子生怕自己忘了，赶紧取出玉简，烙印在内。还有赵天骄的那两个追随者，也都看向白小纯时敬畏无比。以上两条说的直接一些，都是为了吸引他。而你吸引了他的注意后，你就可以犹抱琵琶半遮面了，让他对你产生神秘感，这叫他进你退，他退你进。经过几次这样的来来回回，必定让他产生一种欲罢不能之感。这样的话，嘿嘿，他就上钩了。白小纯越说越兴奋，袖子不断的挥舞。你看，表面上是他主动接近你，实际上已经达到了隐藏你是在追求他的真正目的。当年我在血溪宗内，缺儿的小姑就是我用这一招拿下的。白小纯说到兴起，一指宋缺。宋缺面色顿时黑了，可心中却恍然大悟，他终于明白为何一向看不上于子的小姑，为何会对白小纯这里死心塌地。我一定要让小姑知道这白小纯真正的面目。宋缺有心离去，可却觉得白小纯说的那些方法对自己似乎很有帮助，又舍不得离去，于是找了个理由后，这才深吸口气，继续坐在一旁，竖着耳朵仔细去听。赵天骄身体一震，他看到了宋缺的表情，知道白小纯没有说谎，于是对白小纯的坚信已到巅峰。可到了这里，
你还没有完全在这情场上胜利，还有很大的风险，所以我们要巩固一下。白小纯看到众人一个个都被自己的言论彻底镇住，内心更为得意。他这3天与贾叶藏沟通时，也被贾叶藏的一些言辞所震撼。我知道。赵天骄立刻振奋地开口：“巩固我会，如同修炼突破了一个新的境界后，需要稳定一下。我懂如何去做。”你不懂。白小纯一瞪眼，大声道：“你懂的那些，不外乎是如何加深情感，可这是不对的。须知若即若离，才是至高境界。你要刺激他的情绪，你要让他有种似乎随时可能失去你的感觉，只有这样，他才会抓得更紧。千万不能在一起太久，因为这样才会让他觉得你们之间的感情来之不易，方能珍惜，才能对你死心塌地。要记住，越容易得到的，就越不会去珍惜。”白小纯说到这里，露出一副追忆与感慨的样子，似沉浸在了某一段情史中，品味当年的青涩。可实际上，他是在想贾叶藏与自己说的关于后面的一些言论该如何诉说，于是用了小半炷香的时间在脑海里整理一番。可这小半炷香的时间，让赵天骄对白小纯这里已经是五体投地了。他觉得白小纯的身上存在了太多的感情故事。其实若换了其他时候，以赵天骄的历练，他不会轻易相信。可实在是他对陈月山心急，又被白小纯的话语所震，完全跟着白小纯的节奏，这才失去了应有的判断力。你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假装自己慢慢的一点一点接受了他。白小纯轻叹，残留着目中的追忆，喃喃低语，仿佛忘记了是在帮助赵天骄，而是在自己的记忆里没有走出。如此一来，当火候到了后，你就可以给他一个特大的惊喜，顺理成章的让他成为你的道侣。通常经过这些过程后，他在患得患失中突获喜悦，一定会感动。那么恭喜你赵师兄，你成功了。白小纯深吸口气，似从记忆里走出，双目凝望赵天骄。可我要警告你，赵师兄，感情不易，情场之事，你已先用了心机手段，所以最终万不可将其抛弃，否则的话必有天谴。白小纯一字一句开口，尤其是这最后一句话，振聋发聩，让赵天骄心神狂震，望着白小纯，良久他深吸口气，起身抱拳深深拜下。我赵天骄发誓，若能与月山师妹喜结连理，此生只有他一个道侣，如违此事，天诛地灭。赵天骄神色肃然，目中带着慎重，话语更是如同金石落地。好，如此一来，也不枉我情圣白小纯。告诉你这等不传之秘。白小纯欣慰的点头，不由自主的露出温和，如长辈一样。还有你等，也是如此。白小纯说完，又看向神算子与宋缺等人。神算子已对白小纯心悦诚服，立刻发誓。宋缺被白小纯目光凝望，竟有些心虚，险些也发下誓言。好在反应过来，哼了一声，没有说话。至于赵天骄的2个追随者，此刻已经被白小纯这里彻底的撼动心神，连忙也发下誓言。白小纯满意的点点头，拿起酒杯又抿了一口后，眼看赵天骄火热的望着自己，于是淡然的一笑，抬起下巴。该说的都说了，赵师兄，你可以先去讨好月山师姐的亲朋好友去了。不行啊，月山师妹的那些要好的姐妹不多，只有2个，可在多年前就去了蛮荒，不在这里。至于他的亲人，他爹倒是在，可那是我师父，对我一向严厉，实在没法讨好啊。赵天骄一阵头痛，愁眉苦脸起来。三眼是你师父？白小纯一愣，想到三眼老者叫做陈鹤天，于是问道。赵天骄干咳一声，有心纠正白小纯对自己师父的称呼，可毕竟此刻要求白小纯帮忙，于是装作没听到。白小纯立刻心头火热，他觉得自己若是促成了赵天骄与陈月山，那么自己就相当于是找到了一个天人做靠山啊。于是立刻在脑海里琢磨帮助赵天骄的办法。半晌之后，白小纯眼睛一亮，那咱们换一个方法，你需要吸引月山师姐的注意，我们要知道她到底喜欢什么性格的男修。这我不知道啊。赵天骄依旧苦着脸，没事，一切有我，性格这一点实际上通过衣服就可以表现出来。你这样，我给你安排一下，你每天换一套衣服，看看哪一套他最喜欢。白小纯脑海里浮现赵天骄换上不同衣服的样子，越发觉得自己这个计划完美，于是拉过赵天骄，在他耳边低语，告诉他都需要准备什么衣服。赵天骄面色变化，睁大了眼，嘶的一声吸了口气，脸都快成苦瓜了。真的要这样？一定要这样？你注意他的表情，无视或是皱眉，就表示不喜欢；若是多看了一眼，就表示喜欢。你要立刻来告诉我。白小纯严肃地说道。赵天骄纠结半天，神算子等人也都好奇，不知道白小纯让赵天骄穿什么衣服，居然让赵天骄如此纠结。半晌之后，赵天骄豁出去了，狠狠地咬牙，点了点头。我听你的。我明天一早就按照你的计划去做。赵天骄咬牙，他的双眼都有些发红，可见此刻内心的坚决与果断。深吸口气后，他向白小纯抱拳再次拜谢，这才带着决心毅然地走出白小纯的居所。
他身后那2个追随者面面相觑，向着白小纯抱拳后，赶紧追了上去，与赵天骄一起离开了这第3层。直至赵天骄3人离去，神算子立刻起身，看向白小纯时，他内心已经是崇敬到了极致。此刻脑海还在回荡方才白小纯的那些情场绝学，他大有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的感觉，甚至琢磨着，若自己能将这些学问都融会贯通之后，回到了逆河宗，必定可以叱咤风云，走向人生巅峰。一想到这里，神算子就激动了，赶紧讨好一般的来到白小纯面前，亲自为他斟满一杯酒。少祖，之前言语劳累，快润润嗓子。白小纯下巴略扬，看了神算子一眼，觉出对方的讨好之意，内心很舒坦，拿起酒杯抿了一口，微微点头。少祖，肩膀累不累？来，我为你捏捏。神算子眼巴巴的看着白小纯，连忙说道，赶紧走到白小纯身后，为他揉捏肩膀。少祖，力道要重一些还是轻一些？您说就是。神算子殷勤的开口，很是卖力。白小纯内心得意，哈哈一声，拿着扇子不断地扇着，心底越发舒爽。他觉得自己太厉害了，结合了假叶藏传授的那些绝学后，足以将所有人都唬住。宋缺在一旁有些看不下去了，轻哼一声，他心底虽一样震撼，可却嘴硬，说什么也不会当着白小纯的面露出自己内心之意。此刻起身正要离去时，忽然的，神算子在白小纯身后带着好奇问了一句：少祖，你给赵天骄那边到底出的什么主意，让他换什么衣服啊？想知道？白小纯小袖一甩，淡然开口：少祖英明神武，我这点小心思根本就瞒不过您，被您一眼就看出来了。神算子用出浑身解数，立刻拍马：那是我秦胜白小纯是谁啊？我纵横情场数10年，什么没见过？白小纯得意的都掩饰不住了，此刻哈哈一笑：也罢，只不过赵师兄所在的地方，我们不好轻易过去，会影响赵师兄的计划。这样好了，缺儿，你去将这镜子送过去，让赵师兄随身带着，如此一来，我就可以看到那里的一切，可以随时知道。白小纯一拍储物袋，拿出铜镜，扔向宋缺。宋缺迟疑了一下，接住，有心不去，可心底对于赵天骄准备展开的计划也很好奇，最后一咬牙，哼了一声走出，送镜子去了。一夜无话。第2天一早，白小纯、神算子、宋缺还有陈曼瑶也都来了，4人坐在一起，都望着面前一枚玉简。这玉简此刻散出柔和之光，慢慢折射出了一幅画面，画面很快清晰，露出了一个比白小纯这里要奢华数倍的巨大房间。除了这房间外，还有赵天骄的面孔也出现在了画面内。此刻的赵天骄正皱着眉头，一脸纠结。他看了眼手中的铜镜，知道白小纯一定也在看着自己，迟疑之后狠狠一咬牙：一切都是为了月山师妹，我拼了！赵天骄定了定神，有了决断之后，他没有任何迟疑，右手掐诀一指，顿时身体外出现了一团雾气。这雾气浓郁，遮盖全身后，有窸窸窣窣的声音从里面传出。白小纯等人通过镜子，除非是动用一些特殊的手段，否则无法看穿雾气。可眼下这些手段又不好用在赵天骄身上，神算子等人不由得好奇更强烈，凝神看去。很快的，窸窸窣窣的声音消失了，可那雾气依旧弥漫，没有散去丝毫。赵天骄在雾气内似乎不愿意走出，就这样时间流逝。当白小纯也都觉得时间过去太久时，忽然的，雾气内露出了赵天骄那如星辰一般明亮的双眼。小纯，你能听到我的说话吧？通过我以往的观察，每天这个时候，月山师妹都会走出房间，我会按照你说的，在她走出的一瞬，也走出去，让她看到我。赵天骄声音内有些颤抖，似乎就算是修为再高，此刻他也依旧无法避免的紧张，或许还有一分激动。就在他话语传出之后，突然的，雾气内赵天骄的眼睛猛地一缩，身体外的雾气快速消散的同时，他蓦然走出，直接一把推开房门。在他房门推开的瞬间，他身上的雾气也都消失无影，露出了一副让神算子等人目瞪口呆的装束。粉色的衣服，粉色的裤子，粉色的帽子，外加粉色的长袍，所有的一切都是粉色的，甚至就连脸上因尴尬与羞涩，也都似乎沾染了一层淡淡的粉。尤其是在他的手上还拿着一把粉色的扇子，赵天骄的形象在这一刻跟他以往彻底颠覆。以前的赵天骄是冷酷傲然，高高在上，对任何人都是没有太多表情，如冰冷的木头。可眼下在这一身粉色中，竟隐隐的似有骚气冲天而起。这变化之大，哪怕主意是白小纯出的，可他也依旧如被天雷轰击，嘶了一声。就在白小纯被震得呆愣时，赵天骄狠狠一咬牙，他已彻底豁出去了，完全按照白小纯昨天的耳语计划。此刻斜着身子靠在房门，脸上刻意的露出一副轻佻之意，手中的扇子缓缓扇动，双眼更是眯起，甚至还取出了一朵粉色的花，放在嘴角咬住花枝，仿佛一个时刻准备去调戏姑娘的大官人，看向陈月山的房门。他是赵师兄？神算子结巴的道。宋缺在一旁也全身震动，陈曼瑶更是傻眼。
可就在这时，突然的，陈月山的房门开启，身子高挑，一身青色长袍的陈月山似乎刚刚洗漱完，头发还有些水珠，如出水芙蓉，俏脸微红，整个人不说国色天香，可也足以让人眼前一亮。似想要去甲板上吹吹海风，陈月山走出房门，有些慵懒的伸了伸手臂，似觉得有些不对劲，琴手微扭，一眼就看到了斜靠在那里的赵天骄。在看到赵天骄的瞬间，陈月山杏目几乎瞬间瞪圆了，整个人呆了一会儿，就连拉伸的手臂也都忘了放下，时间似乎一下子凝固了。赵天骄此刻内心紧张，正要说些什么时，陈月山稍微回过神，目中有些茫然，赶紧退回屋内，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赵天骄被这砰的一声震傻了，嘴巴呆呆的张着，口中的粉花掉落也不自知，带着紧张身躯微僵的回到了房间，取出铜镜，快速问道：“怎么样，小纯？我觉得有些不太对劲。”赵天骄垂头丧气，这一刻他不再是星空道集宗的大师兄，而是一个患得患失的毛头小子。赵师兄，要稳住！白小纯神色肃然，立刻开口，声音通过铜镜传入赵天骄耳中：“你忘了我和你说的，要有一颗平凡心吗？我刚才全程都看到了，月山师姐的表现很正常吗？没关系，你继续按照我们的计划，一定可以的。”白小纯赶紧正色劝说道。赵天骄此刻没有主意，听到白小纯的话后，他心底稳了一些，连连吸气，凝重的点头：“我听你的，相信我，绝对没问题。”白小纯一拍胸口，隐隐有些心虚，可自己之前已经将话都吹嘘出去了，此刻白小纯也都咬了咬牙，琢磨着一定要让赵师兄抱得美人归，转动思绪，与赵天骄商议到了深夜，这才满意。第二天清晨，赵天骄在房间内不断的吸气呼气，给自己打气后，终于等到了时间，于是袖子一甩，身体外立刻雾气弥漫，随后整个人猛地推开房门，踏出时全身雾气消失，他的衣服再一次改变，几乎在赵天骄走出房间的同时，陈月山的房门也打开，如昨天的装束一样的陈月山依旧慵懒地走了出来。可就在他走出的瞬间，他下意识地侧头，顿时就看到了赵天骄。今天的赵天骄，他的衣着不再是粉色，而是换成了白色，那一身白袍还戴着书生的帽子，整个人气质与昨天与从前也完全不同。那一身儒雅，仿佛充满了学识，更有一身正气取代了冷酷，尤其是脸上露出的笑容，虽有些僵硬，可终究还是比以往多了不少的温暖。最惊人的则是他的双目，那目中的深情不需要白小纯去教他，赵天骄自己便可以完全的显露出来。他站在房门外，如同一个走出家门要去赶考的书生，在陈月山看来的一瞬，他们两个人的目光有了刹那的碰触。陈月山不由得又呆了一下，吸了口气，下意识的退后几步，有心赶紧离去，可却觉得怪怪的，于是立刻转身，再次回到了房间，砰的一声关了房门。赵天骄努力控制着有些急促的呼吸，这一次他明显感觉自己没有昨天那么惊慌了，在心底不断的告诉自己要稳住后，他深吸口气，回到了房间。大官人不喜欢，书生也不喜欢，小纯说的对，我的确要多变换一下。第三天清晨时，当陈月山再次走出房间后，他忍不住看向赵天骄的居所，一眼看去，再次看到了赵天骄。这一次他看到的是穿着一身铠甲，背着一把大剑，全身杀气腾腾，如同将军一般的盖世英雄般的形象。这形象让陈月山再次傻眼，这一次他不迷茫了，但却充满了好奇，有心去问问赵天骄怎么了，可那种怪怪的感觉让他没好意思问出口，只能犹豫一番后重新回到了房间。赵师兄加油，你快要成功了，你看月山师姐，她都忘记了要去甲板，这代表你已经成功引起了她的注意。白小纯激动的传音。赵天骄也高兴起来，他自己也察觉到似乎与陈月山之间有些不一样了，此刻振奋中对白小纯的幸福更高，于是赶紧准备下一个清晨时的装束。第四天，陈月山迟疑了一下，可最终还是按照之前几天的时间走出了房门。这一次他不是为了外出，而是内心充满了好奇，想要去看看今天的赵天骄又发了什么疯。可当他走出之后，还没等看过去，就立刻被门外走廊内的一片刺目的珠光宝气花了眼。只见这一天的赵天骄，他的形象改变成了富豪一般的人物，全身上下挂着无数的灵珠贝宝，仅仅是储物戒指，竟在双手上戴着30多个，几乎每个手指都至少戴3个，甚至2条手臂上套满了储物手环，模样更是傲气凌云，似乎天下地上我最富豪的样子，使得陈月山的杏目再一次瞪圆了。他觉得赵天骄生病了，此刻眉头一皱。陈月山赶紧回到了房间，清澈的眸中有些神采流盼。回想这几天的事情后，他的心跳没来由的加快了一些。小纯，完了完了，我都说了，月山师妹不是那么粗俗的女子，我不应该这套打扮的。赵天骄再次沮丧起来，烦躁的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稳住，咱们这叫欲擒故纵，你只有先装束成这个样子，才可以烘托出明天的震撼。放心，我已经帮你想好了，明天早上我们出杀手锏。白小纯深吸口气，凛然开口。杀手锏？赵天骄身体一顿，看着铜镜，
呼吸急促了一些，双目冒光。没错，经过我这几天的观察，以我情圣白小纯纵横情场数十年的经验，我已将月山师姐完全看透了。白小纯哈哈一笑，可心中却越来越虚，觉得这一切计划进行后，结果与自己所想有些偏差。按照他的想法，这4天的装束应该有可以让陈月山喜欢的，可怎么看似乎都无法从陈月山那里看出端倪。他似乎都喜欢，又似乎都不喜欢。白小纯纠结一番，打算出绝招了。很快的一夜过去，这一夜赵天骄无心打坐，好不容易等到了天亮后，他不断的拍着胸膛，咬牙之后，在固定的时间里，在白小纯等人也都密切的关注下，他猛地冲出了房间。到了房间外，赵天骄狠狠的一跺脚，开始脱衣服，一件一件，很快的他就将衣服脱了大半，露出了上半身那精壮的身躯，又取出白小纯送来的一些药油，快速的涂抹在身上后，使得身体看起来极为健硕，似乎有一种爆发力蕴含，仿佛时刻都会迸发出惊人之力。尤其是那完美的身躯、凸起的肌肉，这一切的一切，立刻就让赵天骄这里的男修魅力劲罢了不少。这就是白小纯为赵天骄想出杀手锏。赵天骄也是昏了头，否则的话，他是绝对不可能这么做的。可眼下一步步走来，他已无法回头，只能咬牙坚持，将希望都放在了白小纯身上，甚至还摆出了几个白小纯教他的姿势。时间不长，陈月山的房门打开，陈月山小心翼翼地走出，似有些心惊胆战的样子。在走出之后，他快速地看向赵天骄的房门。当看到了赵天骄赤着上身在那里摆出一个又一个姿势后，陈月山脑海轰的一声，这一次他是彻彻底底的被震懵了。赵师兄，你怎么？在亲眼目睹了数日来赵天骄的诸多变化后，陈月山终于忍不住了，目中带着迷茫，那种怪怪的感觉让他迟疑中终于忍不住问了一句。这一句话出口，赵天骄顿时激动的差点控制不住自己，好在他记得要稳住，于是按照白小纯的要求没有说话，而是保持一个造型后侧头深深的看着陈月山。那目中的火热让陈月山心脏忍不住加速跳动了一下，俏脸不知为何红了一些，仿佛有些心慌，闪身快速回到了房间内。眼看陈月山如此，赵天骄此时终于激动的不能自已了。小纯，我成功了，哈哈，你看到了吗？他不但和我说话，甚至还看了我好几眼，更是脸红了。这就对了，这说明月山师姐喜欢你魁梧的模样啊。白小纯在房间内一拍大腿，一样振奋，他觉得自己亲自操作的这一次事情，到了眼下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自己都没发现，原来月山师妹喜欢我这个样子。赵天骄开心激动，在房间内走来走去，目中光芒明亮。还是小纯你厉害，哈哈！赵天骄无比高兴。那是，这可是我情圣白小纯的杀手锏。白小纯满是得意，但却干咳一声，继续说道：“不过你也别高兴太早，这还只是第一步。现在你已成功的引起了月山师姐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更深的挖掘一下，让你对她的吸引更强烈一些，深深的烙印在她的心神内。”白小纯说到这里，神色微凛。你说让我怎么做？赵天骄也连忙点头，面色凝重。此刻他对白小纯已经完全服气了。白小纯揉了揉眉心，坐在房间内冥思苦想。半晌后，他猛地抬头，目中露出强烈的光芒。赵师兄，这样，此事不宜拖延太久，就明天。要知道，月山师姐已经好几天没去甲板了，明天你不要出现在房门，她估计会去甲板，所以你要提前先站在甲板上，找一个浪多的地方。你切记，一定要穿一件单薄的衣服，然后在月山师姐出现时，让通天海的大浪拍在你身上，湿透你的衣服，露出你强壮的身躯，显现在月山师姐的面前，让你对她的吸引力再次加深。白小纯严肃地说道。一旁的神算子与宋缺还有陈曼瑶三人看着白小纯与赵天骄的这番沟通，纷纷神色古怪。赵天骄沉默片刻后，猛地开口：“小纯，我听你的。”